今天上午呀，我们办了一场相亲会，那现场真的特别精彩，我都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呀。主题呢叫做闪月8分钟，来参加的这个男女比例都是1:1的，大约有70多对儿。今天的表白还是蛮有意思，而且特别有意义大家一定要听完。就有一位男士是93年的，人家是一名体制公务员，身高有175左右，长相也不错反正蛮阳光的看着。他是最受女生欢迎的，这有8位女士就中意他。哎呀，反正我见了还是觉得男士确实蛮优秀的。这按照规则呢，他要从这8位里面选出3位女士来接受他们的表白。哎，这有意思的事情他又发生了呀。他选择的3位分别是99年的在事业单位工作的，96年的钢琴老师，以及92年的部队文职干部嘛。这3位姑娘的相同点哎呀，也是男人们都统一的都比较喜欢的，就是身材好，长相也是倍儿漂亮。接下来主持人就让这3位姑娘呢，一人说1分钟去表白。99年的姑娘这个比较大大咧咧倍儿自信，说的内容呢也比较言简意赅，就说自己特别喜欢男士希望能够认识一下。完了，这个轮到96年的钢琴老师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害羞有点这个小紧张、小腼腆。说自己见到男士第一眼就觉得他会是陪伴自己走一生的人，那他相信爱情喜欢1家2人3餐4季的这种生活，说的就比较有文艺范儿。这男士听了也有点不好意思呀。这姑娘刚说完呢，现场就有点内卷了99年的姑娘就举手说哎呀，我刚才那个话没有准备好，我想重新再说一下。那主持人呢就让他再说了一次，这次的话呢就比较肉麻了。姑娘说男士呢是他喜欢的类型他愿意对男士好等男士老了之后推着轮椅带他看夕阳等等。最后一位92年的姑娘呢就比较稳重一点了毕竟年龄在嘛，对男士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姑娘，想有一个普通的家庭，由1家2口到1家4口，希望能够跟你有一个缘分在这儿。就这样呢，3位女士是各自表白完由男士去选择了。谁知道人家男士就问主持人呢，我可不可以问3位女士一个问题？主持人呢就答应了。这个男士就问他们我想知道你们谈过几个男朋友。这当主持人把话筒给这个99年姑娘的时候这99年姑娘就说哎呀，你先让96年这个姑娘先回答吧。然后呢就是96年的这个钢琴老师去回答。他说呢自己大学谈了2位，毕业之后呢又谈了2位，这不一共4位接着呢99年这个姑娘呢就有那么一点自信并且小骄傲，就说我一共才谈了2位。最后到92年的这个姑娘的时候她就有点害羞就回答说我是母胎单身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对待感情呢都比较谨慎。说完呢，旁边这位99年这个姑娘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缺心眼就说你这么大了还没有谈过对象呀。接下来呢，主持人呢就问这个男士想和哪一位在一起就去牵这个姑娘的手一起走过来。那如果不喜欢呢，都可以放弃，选择其他姑娘。男士呢就考虑了那么一下下径直走向了92年的这个姑娘，牵着手走到了主持人的旁边。剩下2位姑娘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下了台。主持人就问这个男士最喜欢姑娘哪一点？男士说简单单纯。台下男士哗的一片都在鼓掌。那有很多姑娘来找我找对象的时候都是想着自己条件越优秀这个长相越漂亮就越能够配得上条件好的这个男士。但是他们自己其实也会发现就是当自己优秀了，反而那些优秀的男士却不选择自己。这男人找对象其实就看重那么几个点，第一个就是情史，第二个是性格，第3个是有思想，第4是年龄和外貌。所以姑娘们，你在找对象之前首先要自爱，其次要多学会去理解他人，善解人意，有独立的思想和主见。这趁着年轻抓紧找。大家觉得这个男士选了一圈，选了一位比自己还大1岁的姑娘，合适吗？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位呢？这五一放假这一天呢，我原本定了要去参加有3场婚礼，结果这板上钉钉的事儿他硬是能给你撬开。昨天退了1场不结了，今天又退了1场，哎呀，我那个心呢真的是拔凉拔凉的。
昨天呢，这个一下午都是在沟通这个事情啊，大家呢也可以来听一听，评评理，这段婚姻到底还能不能继续下去？这男女双方今年都是28岁，都在这个事业单位上班，也算是门当户对。这去年国庆节的时候通过相亲认识了，过了年呢就见了父母，这3月份呢俩人就订婚领了结婚证，也就是从相亲到领证呢，也就是半年的时间。这婚礼呢原本就定在了5一当天。这1周之前这个新娘的闺蜜出了个馊主意，哎呀，就烦这闺蜜，说一起出去嗨一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毕竟结婚了就不那么自由了。这新娘呢也同意了，这闺蜜就跟新娘说你看你马上嫁人了对吧？如果过去你有放不下的事情或者是人呢，咱们就好好去告个别。就这样，两人呢是各自约了各自的前男友出来玩了一天，用来告别过去。这2个前男友也是不嫌事儿大，不知脑子进了水，还是抱有其他想法来的。这上周六4人呢就白天去玩这个游乐场，晚上就去蹦迪。这经过1天的这个友情撮合感情是迅速升温。闺蜜跟前男友当晚就和好了，而这个新娘呢还是有点底线的，让前男友把她送回家。这折腾了1天到家晚上都已经11点多了。两人就在这个车里就这么聊天告别，愣是聊到了1点多呀。我就纳闷了，这是聊水浒传吗？聊不完吗？依依不舍分开之后新娘就开始陆续准备婚礼了，因为马上结婚了嘛。周一的时候，这个新郎去找新娘去聊一聊婚礼上面那些事儿的时候无意之间看到了女方的手机，就看到了她跟这个闺蜜还有前男友的聊天记录。当时男方就特别生气，但是忍住全当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想去这个问问这个新娘看看她是怎么说的。结果呢，他去问这个新娘周末去哪了。其实这个男方心里本意还是抱希望，如果女方能够坦诚说的话，他会考虑原谅。结果呢，女方却说自己在家里睡觉。男方接着就把手机给扔出来问他去哪里了。女方一看呢，就赶快解释说只是出去放松了一下，什么都没有发生。说完呢，这个男方摔门就走了。当天下午呢，男方是打电话给女方的父母说这婚呢不结了，根本就结不了。第二天呢，女方一家呢还有闺蜜一起来了。这闺蜜这时候也是仗义全部承担下来，说都是自己约的，和女方也没有什么关系。但男方呢说什么也不结婚了，饭店的损失呢由他来承担，要求女方是退还彩礼和5金，两人呢去办理离婚手续。这事后第3天，就是昨天，这个通知我说不结婚了，我就赶紧过去了呀。到了之后呢，这个男女双方已经是沟通的差不多了，就是要退婚。女方跟我说她只是出去玩了1天并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这个事情。她跟男方呢都领证结婚了，这个莫名就变成了2婚呢，她向家里人呢也没办法交代。然后双方呢又是沟通了1下午，最后男方还是要决定离婚，说原谅不了。当你选择要结婚的时候就意味着选择了家庭和责任。如果还没收心，还想继续玩，对之前的感情藕断丝连，那就不要走进婚姻，对他不公平。至今呢，还记得马伊琍说的那句话：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如果是你，这婚你还结吗？一位姑娘96年的，年前给她介绍了一个92年的男士。这两人性格都是属于那种比较慢热的。这加了微信两人聊天都特别尴尬，这聊不下去两人就不联系了。去年年底呢，这个男士因为工作调动，就去了离女士挺近的一个地方。这一看这么近这男士就约女士出来见面之后，这感觉他就到位了。单身姑娘走一走，精神小伙抖一抖两人就这么看对眼了，就这么联系起来了。那从那天见面之后男士是每天都找他聊天，这个话题基本都是没话找话，就聊聊工作生活之类的。周末呢没事两人也会出来一起吃个饭，去看看电影。这姑娘说自己性格本身就已经比较慢热了但是男士是比她还慢热，聊了2个多月，见面也只是吃饭看电影，从来不主动牵她的手。这个为了给男士制造机会，姑娘每次都故意去看电影，这个黑灯瞎火的嘛靠得又近，走路也是故意不看路。可回这个男士就是老老实实的，他又纳闷了，难不成是不喜欢自己吗？他就越寻思越不是个事儿自己是个女孩子，这主动去拉男人的手，这多丢人呢。他就语言加行动就暗示男士可是理工男的思维就是你冷了给你倒杯水，不知道给暖和手
这最后啊，男士呢就跟她保持距离的又聊了2个多月。这姑娘实在是开不出口啊，这上个周啊就过来找我说她对男士啊就挺有好感的，这都4个多月了，这也没什么进展，说能谈就谈啊，不谈也不耽误时间了，怎么自己啊还热脸贴冷屁股了，就不讨好了呢？听完呢，我就答应这个姑娘说我去问问这个男士的意思。谁知问了人家男士呢，这个男士就说呀，那他也没有主动说喜欢我，我就以为他不喜欢我，时间还不到，我就不敢靠近呢。哎呀，听完我就觉得好无奈呀，人家姑娘不喜欢你，和你聊工作都能聊4个多月，这原本一个慢热的姑娘硬是给你逼急了。你呢去买束花约姑娘吃个饭啊，表达一下心意。接着这男士就说了一句，那还用买戒指吗？哎呀，我的内心啊，真的，要么是让相亲互相看不上的给愁死了，要么让相亲看得上不会推进关系的给急死了。买戒指干啥呀？你又不是去求婚。这男士呢后面就答应了，谁知这个事啊，他总不是那么如人所愿。这个周末啊，男士买了花，买了蛋糕，哎呀，我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那个蛋糕的意义在哪里啊？又买了这个戒指，真的是去求婚了，问人家姑娘愿不愿意嫁给他。哎，结果人家姑娘还真同意了。这姑娘就说呀，这个男朋友啊虽然慢热，但是还挺可爱的，就是越看越讨喜的那种，这个人呢也踏实，工作啊也比较努力，这个结婚就结婚吧。说着呢，这2人就约好了这个5一啊回家见见父母。你看这个最后想说呀，男士们单身在外呀，缺少关爱，少喝点酒，多吃点菜，遇到姑娘能爱就爱，勇敢争取，别怕失败。奥利给！